哇，今天你带来的这些资料，我一看那个标题就吓到了，说我们的大脑按重量算，可能有多达0.5%是塑胶，0.5%哎，这听起来根本像是科幻恐怖片的情节嘛？怎么会是发表在《自然医学》这种顶级期刊上的研究，对吧？听起来真的很吓人哎。对，而且这还不只是一篇研究而已哦。从2024年底到2025年，等于是说有一股风潮席卷了整个科学界哦。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到刺个针，大家都在讨论微塑胶和耐锂塑胶，就是我们简称的 MMPs， 是怎么渗透到我们身体最深处的。像是大脑啊、心脏，甚至是胎盘。你提供的资料也显示，这几乎快要变成一个新的医学共识了。没错，感觉全世界都准备要进入那个塑胶人的恐慌时代了。但就在这个月，2026年的1月，你资料里有一篇报道形容有一颗重磅炸弹被引爆了。一群顶尖的分析化学家，他们站出来说，等一下，大家可能都搞错了，我们在身体里找到的这些东西可能根本就不是塑胶。这就是整个故事最精彩的转折点。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当个侦探，把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给弄清楚。究竟是科学家发现了骇人的真相，还是一场波及全球的巨大乌龙？我们会从一开始那些让人很恐慌的研究开始讲起，然后深入拆解他们用的检测技术，看看争议点到底在哪里。最后再来聊聊，这对我们对科学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好，那我们就先回到那个恐慌的起点，塑胶产量爆炸性增长，这个我们都知道，从几十年前的微不足道到现在每年4亿吨，听说未来还要再翻倍。过去我们担心的都是海龟啊、信天翁这些，但大概从2020年代初期开始，科学家的焦点突然间就从海洋转向我们自己的身体了。是的，那是一个很关键的范式转移哦。以前在粪便里找到塑胶，大家会说那只是路过而已嘛，吃进去排出来。对，吃进去排出来。但当科学家开始在血液里、在肺部组织，甚至在心肌细胞里发现它们的时候，整个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代表塑胶不再只是路过，而是在我们身体里住下来了。环境和身体之间的那个界限，在科学文献里面突然变得很模糊。这股恐慌的最高峰就是2025年那篇大脑研究，它不只说在额叶皮质里找到了高达0.5%的塑胶，还把它跟阿兹海默症这种神经退化疾病给联系在一起。同时，刺胳针委员会这种很权威的机构也估算出塑胶污染每年造成的健康损失高达1.5兆美元。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我们正处在一场很严重的健康危机里面。没错，直到这个月，那群分析化学家提出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你们确定你们找到的是塑胶吗？对，这就是我想问的。这怎么可能搞错啊？难道科学仪器还会骗人吗？他们居然认为我们找到的塑胶其实是我们身体自己的脂肪和蛋白质，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吧？这个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来拆解一下科学家他们用的那个所谓的抓鬼工具，也就是检测方法，主要有2种，而且他们的分析像人体组织这种很复杂的生物样本的时候，都有潜在的致命伤。好，我们来看看这些工具。第一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黄金标准，叫做热裂解气象层系质谱法，名字很长，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焚化炉鉴定法。焚化炉鉴定法，听起来很直白。它的原理就是这样，你把一小块脑组织的样本放进仪器，然后用摄氏600度以上的超高温把它烧成烟。不同的物质，像是做胶，它会分解成特定的小碎片，然后仪器就像一个超级灵敏的鼻子，去闻这些烟的成分，根据它闻到的化学指纹来判断里面有什么塑胶有多少。因为它能测质量，所以被认为是最准的。听起来很可靠啊，用火烧了再分析，应该不会错吧？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当你想在一个充满脂肪的地方找塑胶的时候，这个方法它可能会变成联盲。联盲？对，这就是所谓的脂质干肉。你看我们的大脑有大概60%是脂肪，对不对？而脂肪酸的化学结构基本上就是一长串的碳和氢，然后最常见的塑胶聚乙烯 PE， 也就是我们做塑胶袋那种，它的结构也是一长串的碳和氢。
那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当你把一块富含脂肪的大脑样本丢进600度的焚化炉里，不只是塑胶，连脂肪自己也会被烧成碎片。对，然后这些脂肪碎片闻起来跟聚乙烯的碎片对机器来说几乎一模一样。完全正确。仪器闻到了这些碎片，系统就亮起红灯，大喊抓到聚乙烯了。但它真正看到的可能只是你神经细胞膜烧焦以后的残骸啊！这就是为什么一位叫杜桑·马特里奇的博士在评论那篇大脑研究的时候，会很不客气地说，那简直是一个笑话。哇塞，这也太夸张了吧！所以我们的黄金标准检测技术基本上是在指着一头鹿，然后跟我们说它是一匹马。如果连黄金标准都这么不可靠，那这个领域过去几年的发现，不就等于是盖在沙滩上的城堡？那另一种方法呢？另一种主要方法叫振动光谱法，它不像焚化炉那样会破坏样本，它比较温和，是用光，比方说红外线或雷射去照射样本，看看样本里的化学键是怎么跟光互动的，借此来辨认物质。这里面又包含2种技术 ，FTIR 跟拉曼光谱。好，用光照听起来安全多了。那它的问题又是什么？ FTIR 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同音字的困扰。我们身体里面充满了蛋白质，比如胶原蛋白。蛋白质里面有一种化学键叫做酰胺 I。然后很多塑胶，像是尼龙或者被氧化过的聚乙烯，里面也有一种化学键叫碳基。问题来了，这2种不同的化学键在红外光底下吸收光线的频率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仪器听到一个发音，但它分不出来这个字到底是蛋白质的蛋还是塑胶的碳。说得很好。更糟的是，在我们体内，任何外来的颗粒几乎是瞬间就会被我们自己的蛋白质给包围起来，像穿上一件外衣一样。所以当你用红外光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只是那件蛋白质外衣，但仪器却把它误判成塑胶本身了。对，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张冠李戴。那拉曼光谱呢？它不是号称更精确吗？它确实是更精确，但它有另外一个大魔王要对付，叫做荧光干扰。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想在夜晚的户外用望远镜看一颗很暗的星星，但旁边正好有一盏超亮的路灯。路灯的光会让你什么都看不见。在这里，生物组织本身就是那盏路灯。当雷射光照上去，它会发出很强烈的荧光，完全盖过塑胶颗粒发出的那个微弱信号。我懂了，就像噪音太大，听不到想听的声音一样。没错，虽然科学家会用软体演算法去P 图啦，把这个路灯的背景光去掉，但批评者就认为，在你 P 图的过程中，很可能不小心自己创造出一些假的信号，然后又把它们误认为是塑胶。哇，听你这样讲下来，这些检测方法根本是漏洞百出诶。那当初那些发表在顶尖期刊的研究，难道都没考虑到这些问题吗？我们就来点名看看那几篇关键的论文是怎么做的。这正是争议的核心。我们先看那篇最吓人的大脑研究。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焚化炉检定法可能把脂肪误认为塑胶之外，研究作者也辩护说，他们有用电子显微镜亲眼看到了塑胶碎片。眼见为凭，这种没错了吧？批评者会说这样还不够。在显微镜底下，一团蛋白质的聚集体或是一块脂质的结晶，看起来也可以像不规则的碎片。如果没有100%准确的化学成分分析来佐证，光有照片就像是只有一张很模糊的嫌犯素描，你不能光靠它来定罪。好，那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心脏动脉研究呢？那篇研究说，动脉斑块里面有塑胶，会让心脏病跟中风风险增加4.5倍，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对，那篇研究最大的罩门是背景污染。等等，你说背景污染，这听起来好像很专业，但意思不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处理样本的时候，不小心让实验室里的灰尘掉进去了吗？这么基本的错误，一篇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会犯吗？这正是所有批评者最大的疑问。你可以想象一下，手术室那根本就是一个塑胶联合国。维科医生的手套、袍子，盖在病人身上的那个罩单，所有医疗器械的无菌包装，全部都是塑胶。
这篇研究一个最被诟病的疏漏，就是他们没有做严格的程序空白对照。你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在手术室里跟着手术的流程，打开一个空的、干净的培养皿，让它在空气中暴露同样长的时间，然后把这个假样本拿去检测，看看光是从环境中就会掉进多少塑胶。完全正确。如果没有这个对照组，你就永远无法回答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找到的塑胶到底是原本就在病人的动脉里，还是在你动手术取样本的那几十分钟里，从医生的手套上，从空气中掉进去的？没有这个对照，整个研究的结论就站不住脚。那第一次在血液中发现塑胶的那篇研究呢？抽血总比开刀的环境单纯多了吧？是，这是作者他们主要的辩护论点。他们认为静脉抽血是从针头直接进入真空采血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污染风险远低于开放式的手术。这有它的道理。但批评的声音，特别是来自欧洲食品安全局，也就是 EFSA 的报告，仍然对他们的方法提出质疑。尤其是他们声称找到的聚乙烯 PE， 同样还是有可能受到我们血液中大量脂质的干扰。所以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仪器可能是个脸盲。除了这些化学检测的争议，我们退一步想，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大脑含有0.5%的塑胶，这件事本身合理吗？诶，这就带到了另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叫做生物学合理性。首先是质量的问题，0.5%在毒理学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浓度比许多我们熟悉的重金属，像是铅或汞的致死浓度，要高出好几个数量级。这的确很夸张。如果我大脑里真的有0.5%的异物，那感觉应该很明显吧？是的，病理学家解剖了几十年的大脑，如果组织里真的有这么高浓度的塑胶，他们应该早就用显微镜看到了，感觉会像组织里面混了塑胶沙一样。但从来没有任何病理报告提过这件事。而且你想想看，要用奈米等级的微小颗粒去累积到占大脑总重量0.5%的质量，那需要的颗粒数量会是数以万亿计的。这么庞大数量的外来物入侵，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可能毫无反应，那很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急性发炎，而不是几十年后缓慢浮现的失智症。还有血脑屏障的问题，对吧？我们的身体不是有保护大脑的机制吗？没错，血脑屏障是个非常严格的守卫，要让这么大量的塑胶，特别是研究中提到的一些比较大的微米级颗粒穿过去，这跟我们目前对生理学的理解是完全相悖的。所以很多化学家认为，当你在样本里发现了尺寸偏大的塑胶颗粒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警示信号。它告诉你的第一件事，不该是“哇，塑胶穿过血脑屏障了”，而应该是“糟糕，我的样本可能被污染了”。这就很尴尬了。如果这些登上《自然》跟《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重磅研究，最后真的是一场乌龙，那一般民众要怎么相信科学？以后塑胶产业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两手一摊说，你看哦，科学家自己都在乱讲，所以塑胶根本没问题？这就是整件事最危险的地方，它会造成巨大的后续影响。首先就是你说的，它严重破坏了科学的信誉。当那些被媒体头条报道，甚至可能影响政策的发现，最后被证明是建立在很不稳固的方法学上时，塑胶产业的游说团体就能轻易地利用这一点，套用典型的烟草公司 playbook 策略。到处宣传说科学尚无定论，借此拖延监管。这会污染整个塑胶健康研究领域的公信力。但我们必须要说清楚，这些研究可能有瑕疵，不代表塑胶就完全无害了。对，这一点无论如何都要强调。即使我们身体里累积的塑胶总量可能被严重高估了，但塑胶在其生命周期的其他阶段，也就是生产和废弃时造成的害还是千真万确、无可争议的。住在石化工业区附近的居民，他们面临的健康风险是真的。焚烧塑胶废弃物产生的有毒气体是真的。
还有塑胶制品中添加的各种化学物质，像是塑化剂、双酚 A， 它们对内分泌的干扰也都是真的。健康危机是存在的，只是它的根源可能不完全是我们大脑里那些微小的塑胶碎片。好吧，既然这个领域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一团乱，科学界该怎么收拾这个残局，重新找回方向？这个领域需要长大，需要从过去那个有点像狂野西部，每个实验室各行各市的阶段走向成熟。解决方案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回归分析化学最基本、最严谨的原则。听起来像是要打掉重练。人体组织样本未来必须像处理法医 DNA 证物一样，在超级洁净、空气过滤的环境中进行，而且从采样、运送、消化到分析，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要有严格的空白对照组跟着跑。如果你的空白对照不清白，那后面得到的数据，不管多惊人，都应该直接丢进垃圾桶。这听起来是实验室的基本功，但过去似乎被很多人忽略了。是的，其次是多重方法验证，不能再只依赖单一的方法就下结论。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25年那份很严厉的文献回顾里，就批评绝大多数研究都存在方法学缺陷。一个真正可靠的发现，应该要经过三角验证。三角验证，对，例如你用焚化炉鉴定法来测量质量，告诉你有多少，再用拉曼光谱来确认化学成分，告诉你是什么，最后再用电子显微镜拍下照片，确认它的形态和大小。只有当这三种完全不同的方法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才能比较有信心地说，好的，我们这次找到的应该是真的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路梳理下来，那个我们大脑有0.5%是塑胶的恐怖景象，很可能只是一个仪器的幻影，是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和蛋白质在跟我们的机器玩一场昂贵的捉迷藏。这个比喻很贴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即使大脑中的数字被推翻，但在血液、胎盘中发现某种程度的塑胶污染，证据依然是相对稳固的，只是数量和影响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更重要的是，塑胶添加剂和生产污染所带来的毒性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这次的争议对科学界来说是一次痛苦但绝对必要的修正，它给所有研究者敲响了一记警钟。在急于定义一个问题的严重性时，绝不能私心科学的准确性。最后，你提供的资料里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我想把它留给我们的听众思考。欧洲食品安全局的那份报告还发现，在他们审查的所有关于食品包装的研究中，有高达11%的研究声称找到了连他们测试的包装材料本身根本都不含的塑胶类型。这就像你在一个苹果园里，却声称你找到了香蕉一样。没错，这就为你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我们如此集中精力去寻找像微塑胶这样一个具体有形的敌人时，我们是否可能因此忽略了其他或许更隐晦、更复杂但同样重要的环境健康威胁？